梅香有件事情想请教太太。有什么话，待会儿去我的牡丹院说，何必烦扰老太太？梅香自然不想烦扰老太太，但是这是有关内宅账目的事情，二爷现在又不在家，所以想请老太太做个见证。既然是有关内宅的事，我当然不能置身事外。梅香，今天你就当着大家的面，把它说清楚吧。是有关于今年夏天的夏装。依照惯例，我们白家每季都会裁制新衣，分别是2位爷、老太太、太太，每人6件。我们做姨太太的呢，每人4件。可是今夏我们做姨太太的，每人只得2件。据冯妈妈说，是太太的意思，理由是今年绸缎大涨，所以为节省开支所致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傅芳这么做也无可厚非。我们白家虽然家大业大，总不能奢侈浪费吧？老太太说的是，如果太太真是为了节俭，梅香自然无话可说。可是，春晓，这是锦绣绸缎庄的出货记录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白家是锦绣绸缎庄的老客户。他们家的绸缎虽然价格不菲，但是又轻又软，穿在身上更是舒适无比。所以呢，我们白家每年都会大批进购这种帛绸，当然，今年也不例外。老太太，上面显示着今年我们白家进购了10匹，比往年还多了6匹。别说是做4件衣服，就是做6件都够了。我不知道太太做了几件衣服，可是我们做姨太太的，却每人只得2件，采薇更是1件都没有。而且我查过库房了，库房也没有多余的帛绸。所以梅香想请问太太，太太你进了能做6件衣裳的帛绸，只给我们每人做了2件，那剩下的帛绸去哪儿了？怎么，你是怀疑我中饱私囊？我是什么人？我堂堂马家大小姐，岂会将这些小利放在眼里？这一点当然算不得什么，但是我们白家家大业大，处处都要花钱。如果太太依样画葫芦，这里算一点，那里算一点，哎呦，这算下来可是笔不小的数目啊！你干什么，傅芳？有我在，你还敢这么放肆？老太太不要生气，不是傅芳放肆，而是梅香欺人太甚。她现在哪里把我这个当家太太放在眼里？她这副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有人给她撑腰了。是太太被我说中了，所以才会心虚，才会动怒吗？陈梅香，你别以为我会任你冤枉羞辱，你要是再敢放肆，我便以家法处置。马富芳，在我这静安院，还轮不到你用家法。既然你们2个争执不休，那还不如我想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。你把账本交出来，当着大家的面，一一把账对清楚，自然就能够还你个清白。怎么，连老太太都不信任我？不是我不信任你，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唯有查账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是，必须查账。太太要是不心虚的话，为什么不让我们查账呢？这样，我们就能逼得太太交出账本。只要我们能查出她中饱私囊，就算是二爷不休了她，也让她颜面尽失，从此就丧失了管家之权，还能闹得马家一个灰头土脸，让他们马家从此再无颜面插手我们白家
这么点小事，我很快就能弄明白，哪用得着查账这么劳师动众？要是累着老太太，二爷回来一定会怪罪我。梅香，你口口声声说我只给你们做了2套夏衣，所以我才说你放肆，我打你，因为你无耻。今年药厂的生意比往年都要好，二爷特意吩咐我赏你们。我明明给你们每个人做了6套夏衣，比过去的份例还多了2套，你竟敢红口白牙的污蔑我！景兰，去叫冯妈妈过来，我们今天就来个当面对质。冯妈妈，我问你，今年的夏衣我到底给4位姨太太做了几套？回太太的话，2姨太、3姨太和6姨太都做了6件衣服，只有5姨太那里稍稍迟了些。凤妈妈，你怎么当着老太太的面睁眼说瞎话呢？你明明只给了我2件，怎么就凭空多出4件来了？2姨太，你可不能冤枉我呀！我只是个下人，担不起这个责任的。你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太太的陪房，你自然向着太太说话了。老太太，我知道这里没我说话的份儿，可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姐姐，太太一向待我们不薄，你怎么能这么污蔑她呢？秋玲可以作证，太太的的确确是给我们做了6件新衣服。您如果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叫人拿过来给您过目。算了吧，谁不知道你秋玲是太太的应声虫啊？你说的话，我是不会信的。碧荷，我要你说，太太到底给你做了几件衣裳？碧荷，放心，实话实说，有我在，万事还有我做主呢。梅香姐姐，您平日对碧荷都很好，可我也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吧，更不能随意的污蔑太太。算碧荷对不起姐姐了。回老太太的话，太太的确给我们做了6件衣裳，现在衣服都在柜子里收着。如果老太太不相信的话，我也可以拿来给老太太过目。梅香，冯妈妈的话你信不过，秋林的话你也信不过，可现在连碧荷都这么说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如今真相大白，不知老太太是否还要查账？我头疼得厉害，这件事我不管了，你们自己做主吧。请老太太先别走，有件事还得请您做主。梅香今天意图污蔑我，又几次3番的羞辱我，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想怎么样？二爷一直希望家庭和睦，我也不是心胸狭窄之人，万事以和为贵。梅香羞辱我、顶撞我，我都可以不计较。不过，他意图用内宅的权力来诬陷我，这件事就可大可小了。未免以后还有类似的事发生，我决定收回梅香的管家之权，而且杖打20大板，小惩大戒。老太太，意下如何？太太好高明啊，好一个请君入瓮。碧荷，算我信错了你。来人，把梅香拉出去，实行家法。是。
新娘，娘没事的。春晓，你把她带下去，别吓着孩子。小姐，快去睡觉，等小姐睡完觉起来，二姨太就没事了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二姨太放心，小姐已经去睡了。我千算万算，我就是没算到碧娥会重新投向太太，是我太大意，是我太心急了。我以为这是个机会，我以为我可以扳倒马福芳，没想到这不是个机会，这是个陷阱。我现在失去了管家之权，老太太也不会再信任我。我真是笨，真是一败涂地。二姨太千万不要灰心啊！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老天爷一定会惩罚他们那些坏人的。是，我不该灰心的。恶有恶报，我一定不会让伤害冬儿的凶手一直在这里得意，一定不会。他根本就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。明明就是他和太太串通起来陷害我，蔡薇啊，就是因为他在你身边那么久，我才信他。没想到，居然是他在我背后捅我一刀。碧娥是个非常狡猾的人，你千万别相信他。姐姐先别想那么多，把伤养好才是正经事儿。我怎么能不想？现在太太还不知道在二爷那里怎么说的我呢。你跟了二爷这么多年，他怎么会不了解你的为人呢？三人成虎，众口铄金。蔡薇，你应该比我更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来，蔡薇，听说你和二爷和好了。就是嘛，你说你和谁怄气？你和二爷怄什么气？太太有一句话倒是说对了，得到二爷的宠爱，才是在白家的立足之本啊。对了，姐姐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，是关于桂琴的。桂琴？好端端的，你怎么问起桂琴的事了？最近我总是梦到她，在梦里，她好像要跟我说什么。那段时间，我病得不省人事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忽略了什么。姐姐知不知道，桂琴那段时间有什么不对劲儿啊？要是说起来，还真是有些奇怪。桂琴那段时间是怪怪的，平时你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的，她是跑得最勤快的。可你小产那么严重的事情，她竟然很少露面。蔡薇，你是不是在怀疑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有点想他了。怎么，二爷刚回来就要兴师问罪？我不是兴师问罪，我是想弄清楚这件事。我已经和二爷说得很清楚了，是梅香设计想诬陷我。二爷不信的话，可以问老太太，可以问碧荷、秋林，看我是否处事不公，是否不够仁善、不够宽厚，是否辜负了二爷的信任。
傅芳，我只不过想了解整个事件的经过。没错，我可以去问别人，同样能弄清楚这件事情。可我只是想当面来问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妻子，因为我尊重你。明明很简单的事情，为什么你总是弄得这么不愉快呢？梅香的为人一向本分，这次兴许是有些激进，但是你要是说他故意兴风作浪、搬弄是非，我是断然不会相信。傅芳，你比梅香聪明，更会揣测人心。但是我希望你能懂得的是，作为当家的权威，不是靠一些小伎俩来支撑的。宽容一些，豁达一些，反而能赢得别人的尊敬，这样连你自己也会轻松一些。钱生，啊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来看看你，来，顺便告诉你，我已经派赵明去了李大山家一趟，有些事情需要好好计划。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很关键。你放心，我必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对了，你听说梅香姐姐的事情了吗？我已经听傅芳说过了，刚刚也去看过梅香了。你相信梅香姐姐会诬陷太太吗？采薇，傅芳是当家主母，这些内宅之事本就应当由傅芳来处理。梅香真是想让我来做主，就应当等我回来以后再说。现在傅芳已经当着大家的面处理了这件事，如果我现在再贸然出手，只是对她这个当家主母不尊重。更何况，我纵然知道梅香心里有委屈，但是在这个当口，我不能再去刨根问底，我怕会牵扯出更要紧的人来。你是说老太太？采薇，这内宅的生存规则，早在你进门之前就已然如此。也许会比你想象的更加复杂。我去偏袒任何一方，都未必是对他们最好。我怕会把其中利害关系扯到明面上来，把事情变得更加复杂，更加难以消解。我已经和傅芳谈过了，我把话说得很清楚，相信他这段时间多少会收敛一些。你呢，多替我去看看梅香，别让她寒了心。采薇，我知道，因为你爹的事，你心中怨恨傅芳。只是，傅芳即便是跋扈，也是在这内宅之中。他从未插手过药厂之事，相信和黄管事的死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不能因为他爹的过错就牵扯到他头上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绝对不会迁怒于无辜之人的。可是马傅芳绝不会是无辜之人。武姨太，这些便是今夏的衣服，武姨太您试试看，如果不合适，我让他们改。哎呀，之前因为针线房的婆子手脚太慢，做事又不麻利，所以才拖到今天，都是我的错，还请武姨太您不要见怪啊。哎，这眼看就要立秋了，这么漂亮的衣服，恐怕就只能压箱底儿了。翠萍，收下吧。哎，那武姨太不打扰您休息了，那我们走了啊。这个疯妈妈简直就是个小人嘛！之前武姨太您落难的时候，她恨不得踩上几脚才舒服。现在你翻身了，她就跟哈巴狗似的。武姨太，你真应该给她点颜色瞧瞧。拜高踩低，跟红顶白，本就是宅子里面常有的事儿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如今她已经低声下气了，再为难她也没什么意思。小姐，
刚才厨房来问了，小姐有什么想吃的？还有啊，刚才有人送来了解暑的甜汤和瓜果呢。二爷的欢心，果然是立身之本。五姨太真好看，待会儿二爷看了肯定挪不开眼睛。一切都回不到从前了。以前他对我笑的时候，我心里像蜜一样甜，可现在却只剩下苦涩。五姨太，你说他会不会察觉啊？二爷他那么聪明，说不定真的有可能会察觉到。那他察觉之后会怎么样呢？看来还真不能让他察觉到。小姐，二爷来了。水中月，镜中花，梦打碎，才绘制真假。风萧萧，雨飘摇，泪眼问，花花不到，回不到最初的年华，爱恨不过一念之差，人生若只如初见刹那，愿放下苦苦的挣扎。牵挂留不住，还放不下。看繁华皆落下，度过了多少个春夏。路有尽，似无涯，守不住花样的年华。哎，这桂香院不是四姨太死了以后就没有人了吗？这院门怎么没关呢？嗨，兴许啊，这有进出的人呐，忘记关了呢。我去把它关了啊。好，怎么还点着灯啊？哎，当心啊！是桂琴，是桂琴！有鬼呀！
鬼？不错，守夜的2个婆子说什么？说他们看到的分明就是4姨太贵卿。只不过是只野猫，你怕什么？什么事？太太，有鬼啊！真的有鬼啊！太太，是4姨太回来找我们了！太太，是4姨太回来找我们了！再乱说一个字，我立刻要了你的命！贵卿死了那么久，如果真想报仇，怎么会等到现在？闹鬼！我看分明是有人在搞鬼。以为我会怕吗？以为我会被吓倒吗？他活着的时候被我捏在手里，如今死了，就算是化作厉鬼站在我面前，我也要把他踩在脚下。出来！出来！有种你就出来啊！看到没？根本就没有鬼，一定是有人在我背后搞鬼。太太，到底是谁在搞鬼啊？一定是府中的人，一定是我的敌人，而且这个人似乎知道贵卿的死因，不过很明显他没有证据，否则不会闹这一出。太太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太太，把这里收拾干净，封住那2个婆子的嘴，一点风声也不能漏出去。对方是想将事情闹大，引起2爷的注意，我就非要把事情压下去。这样一来，对方一定会有下一步，到时候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。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，敢跟我作对。马大夫怎么说？啊，马大夫说老太太的病是心情郁积引发的，需要放宽心怀，静心的调养。前锋都去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娘，娘，您放心，大哥很快就会回来的。这说起来啊，最近还真是有些邪门儿。你们听说没有啊？昨晚闹鬼啦！闹鬼？你不知道啊？是从桂香院那边听到的。不会真的是招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吧？老太太，要不要做法？说起来，我好像也听到了。姐姐，你听到了吗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那是，这整天有2爷陪在身边，你什么都听不到吧？好酸的味道啊！妹妹要是有本事，也让我酸一下呗。你好了，吵什么吵？没看见老太太身子不舒服吗？什么闹鬼？我看，要么是下人胆小自己吓唬自己，要么就是有人在装神弄鬼。这世上哪有什么鬼？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了，都回去吧。
我要打扰老太太休息。老太太好好休息，我们走吧。太太，你真的没有听到闹鬼的声音啊？姐姐，你怎么看啊？应该是弄错了吧？有时候夜里面确实挺吓人的。我还要去看看梅香姐，先走一步了。嗯。娘，我知道您在生我的气，您可以骂我，您可以打我，但千万不要憋在心里，会气坏身子的。哼，我哪敢呢？现在你当家，大权在握，说一不二。我10岁前，亲娘就去世了，到现在，她的面目都有些模糊不清了。可是，我却清楚地记得，在我因为娘亲去世，夜夜痛哭的时候，是娘一直将我抱在怀里；在我生病的时候，也是娘衣不解带地照顾我。娘，你还给我请教书先生，教我读书、认字，衣食住行，更是从未亏待过我。这份恩情，儿子铭记于心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娘和大哥，在我的心目中都是最亲的人。儿子绝不会有半分怨恨，也绝不会有伤害娘和大哥的心思。这次安排大哥出行，也是从大局考虑。我知道娘舍不得大哥，可是娘，您想想，如果这时让大哥留下，他所要面对的，只会让他更难受。娘，生病了就要喝药。如果大哥回来，看到您的身体不舒服，该会有多伤心呢？翠萍，你记不记得我病重的那段期间，有一天四姨太突然跑过来跟我说了一段很奇怪的话。当然记得了，四姨太那天的确很失常。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人，无论做什么，我一定会弥补这一切的。过了没多久，就传来四姨太被环儿害死的消息。五姨太，所以你怀疑你的小产跟四姨太的死有关吗？没错，我一定要查清楚这件事。太太，怎么样？查到什么没有？蔷薇院那边得来了消息，昨晚事发的时候，五姨太和二爷在屋中，翠萍出去过一趟。翠萍，三姨太早早的就睡下了，六姨太和立春出了院子散步去了。也就是说，翠萍和碧荷都有装神弄鬼的时间，两个人都有嫌疑。那梅香院呢？梅香院一直没有什么动静，自从上次二姨太被打之后，安分了很多。桂琴的事，碧荷知道的最多，采薇或许有些疑心，梅香和秋林应该都不知晓。
可现在碧荷和我同生连气，算计我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梅香受伤在床，似乎也不可能策划这种事。秋林，哼，就他那个脑子，也做不出这种事来。至于采薇，景兰以为武姨太的嫌疑最大，为何早不闹鬼，晚不闹鬼，偏偏在武姨太回来之后才会闹鬼呢？采薇，难道我真是放虎归山？如果武姨太是虎，那么太太就是武松。武姨太无论如何也翻不出太太的五指山。今晚都准备好了？太太放心，都是自己人，除非他不出现，否则今晚一定会上演一场精彩的好戏。今天晚上，这出好戏就是钟馗捉鬼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冤有头债有……你进去，左，快，来人，拉住！有鬼！肯定在屋子里，跑不了。有鬼啊！有鬼啊！怎么可能？明明没有人进去，怎么可能又出现这种事？是不是你们把守不利？太太，前院后院都有人把守，院子里也有人看着。我这个晚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大门，我一刻都没有离开过。如果有人进出，我不可能看不见啊！那个人，他就像是凭空出现，又凭空消失。难道真的是鬼？胡说八道！一定是有人在搞鬼，是你们没用，抓不到人。太太，刚才二爷派人来说，请太太去桂香院一趟。你先出去。是。太太，一定是两个婆子跑出去惊动了二爷。太太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太太，冷静点儿，你这个样子一定会让二爷看出破绽来。记住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桂琴是环儿害死的，所以她现在是人是鬼，都跟我们没关系。二爷在里面等着我们，我们进去吧。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我都说有鬼了。太太害我，这个“我”字是谁？难道是桂琴？这里是桂琴的院子，应该指的就是她。
怎么？你们是在怀疑我？怀疑我害死了桂琴，就因为这几个字？难道二爷也这么认为？傅芳，我只问你，今晚为什么要派人守在这里？昨天秋林说闹鬼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没这回事吗？莫非是太太心虚，怕我们大家知道这件事？我跟二爷的想法是一样的，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鬼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装神弄鬼，想陷害我。我瞒着大家，就是想亲手抓住这个搞鬼之人。只是今晚他走运，让他跑了。桂琴死的那天，有不少人亲眼看到环儿人赃并获。二爷如果真的怀疑，大可叫来那些人查问清楚。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，即便桂琴站在我面前，我也无畏无惧。我相信太太不是这样的人。好了，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傅芳，这里不用再派人把守。如果有人想闹，就由他闹。我倒要看看，闹到最后能闹成什么样子。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我平生最恨装神弄鬼的人。有什么话，可以当着我的面直说，不需要这么鬼鬼祟祟。若是被我查出是谁在这里搞鬼，定当重罚。二爷，无论是谁，无论是谁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不找出这个装神弄鬼的人，我寝食难安。可是二爷现在不许我们再派人把守，而且现在人人都害怕，不敢靠近废院。景兰，你看看，就是这儿。是这儿，是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快点走，好吓人！是谁？到底是谁？梅香，你身上的伤好些了吗？谢谢太太关心，好多了。这2天家里总算安静下来了，看来这鬼也是怕了。不过好在他还知道退却，若是落在我手中，我必叫他魂飞魄散。
桂香院在闹鬼，四姨太冤魂不散呐。我也知道啊，我还听说此事和太太有关。是不是有人在搞鬼呀？哎呀，鬼神一事啊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如果真的有人在闹鬼，怎么可能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啊？哎呀，看来我们以后还是别往桂香院那边走了，别沾了一身邪气。哎，是，快，别说了，走。景兰，景兰，景兰，景兰！分头搜。是。我就不信我找不出你。有发现，我记得这是翠萍的镯子。采薇，果然是他。派人通知二爷，二爷今晚就在蔷薇园。这谁呀？三更半夜的，真是的。太太。太太，这么晚了，可是有什么事情？去通报二爷，就说我有事要禀告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不行，二爷，此事刻不容缓。我已经找到装神弄鬼之人。你先躺着吧，我出去看看是什么事啊。我哪里还睡得着啊？我也很想知道，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。什么事情啊？这闹得这么大？对呀，我刚刚也听到奇怪的声音了，不会是那东西又出来了吧？来得正好，很快你们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你们几个都在。傅芳，这个装神弄鬼的人到底是谁啊？这个人就是采薇。胡说八道！事发几次，他都和我在一起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二爷，采薇是和你在一起，可是他身边的人呢？他们可没在二爷的眼皮子底下。哎，不是我们什么都没做啊！太太，您真的误会我们了，这真的跟我们没有关系。钱生，你相信我，真的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我相信采薇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曾经二爷也很相信采薇，采薇可对得起你这份信任。傅芳，二爷不用生气，我自然有证据才敢这么说。采薇，你可认得这只镯子？采薇，二爷，这个是翠萍的镯子。刚才桂香园里又有动静，我去了以后在屋里捡到，很明显就是搞鬼之人无意留下的。翠萍，装神弄鬼的人就是你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不知道，太太，
这只镯子确实是我的，但是前几天就不见了，一直找不到，真的不是我啊，太太，真的不是我。是啊，说不定是有心人捡了去，存心来嫁祸翠萍的。这并非没有可能。顾芳，光凭这只镯子，就断定是翠萍所为？哼，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。好在我还有别的证据，必然让你们心服口服。给我搜。是。傅芳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二爷别急，待会儿傅芳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这是二爷，也不要忘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。没有。景兰，马上派人搜查含香院、秋兰院、碧波院，一定要给我仔仔细细的搜查。是。傅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二爷，如果你想证明采薇的清白，就不要再阻挠我。来人，搬椅子过来，给几位姨太太坐着。是。找到了。在哪儿找到的？在碧波院。是你，竟然是你！太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还想装傻？二爷，我之前弄错了，碧荷才是装神弄鬼之人。太太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这不是我做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还敢狡辩？那双鞋就是最好的证据。虽然二爷有令，不许再派人把守，可我知道这搞鬼之人绝不会死心，所以预先叫景兰在贵琴房中撒下了一层薄薄的黄色染料粉。只要有人进去，鞋底下不可避免就会沾上这黄色的染料粉。现在整个白家人人谈桂香园色变，唯有这搞鬼之人才会进桂香园。所以，谁的鞋底下沾有黄色染料粉，谁就是装神弄鬼之人。二爷，这双鞋是在碧波园中搜出的，所以这搞鬼之人必是碧波园的人，而碧荷你就是主谋。你千算万算，不惜嫁祸采薇来引开我的注意力，就没想到我还有这一招吧？太太，这一定是有人在陷害我，这不是我做的，这不可能是我做的，这么做对我一丁点好处都没有。而且太太，我们是一条……闭嘴！来人，把碧荷跟他的下人关进柴房，等候二爷的处置。是。太太，太太，我是被冤枉的。二爷，碧荷是被冤枉的。走走。二爷，二爷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放开我！
今天夜深了，明天父皇再和二爷商议怎么处置碧荷的事。你们也都回去吧。对了，姐姐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，是关于桂琴的。好端端的，你怎么问起桂琴的事了？桂琴那段时间有什么不对劲儿啊？可你小产那么严重的事情，她竟然很少露面，你是不是在怀疑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有点想她。桂琴的死，采薇的小产。那这样的话，桂琴的死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春晓，春晓，采薇，采薇，发什么呆呀？夜深了，还不快睡？好。这些天，我们要好好盯住梅香玉。吴一泰，我知道，一直是你在装鬼，是梅香姐姐指使你的。现在你赶快告诉我，你刚刚做了什么？稍有差池，二姨太可能就没命了。快说呀！刚才有没有被吓着？确实被吓到了，还好太太查出了真相。我就知道，一定不是你。睡吧。
太太相信我，不是碧荷做的，真的不是碧荷做的。太太，碧荷一直效忠于你，一心一意的为你。太太，你想想，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没有，是不是啊？所以，我是被他们陷害的。太太，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人啊！你这个贼心不死的贱人，我就知道不应该相信你。你先是装神弄鬼，也许是想吓唬我，让我阵脚大乱；也许是想让二爷怀疑我。可惜我并没让你如愿，于是你又嫁祸给采薇，逼得二爷不得不重视此事。到最后，或许还能一箭双雕，一举铲除我和采薇。从此，内宅无人能再与你抗衡。好心计，好狠毒！我要见二爷！我要见二爷！你以为我会让你见二爷吗？让你有机会在他面前胡说八道。你想做什么？你说呢？一时害怕，畏罪自杀，怎样？哎呀，精彩，真是精彩！妹妹啊，你可是上演了一出好戏呀！啊，我还要感谢妹妹救了我呢。要不是你及时的提醒春晓，那昨夜被关进柴房的，可就是我梅香了。只是我有件事情一直想不明白，妹妹是怎么知道我是撞鬼事件的幕后主使呢？其实很简单，能在太太的严密把守下，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入桂香院，必定是知道桂香院强动的事情。而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你和我，碧荷并不知情。是啊，我倒是忽略这点了。不过，妹妹既然替我遮掩，一定不是来揭露我的。姐姐还真是聪明，单凭我一句问话，便能猜到很多事情。其实，我也一直在怀疑桂琴的死因。只是姐姐的这次行为，应该不单单只是为了替桂琴伸冤吧？这个是碧荷的手帕，姐姐是怎么弄到的呢？哼，一条手帕嘛，我想要一条手帕还不容易吗？只是姐姐以为，单凭这个就能嫁祸碧荷，未免也太小看马福芳了。现在赶快告诉我，你刚才做了什么？稍有差池，二姨太很可能就没命了。快说，没时间了。这是二姨太吩咐我留下六姨太的死码。五姨太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二姨太以为这样就可以嫁祸碧荷吗？你看看你的鞋底。幸好五姨太及时提醒了我，我才能换了那双鞋，并且将沾有染料粉的鞋偷偷放入碧波院。还好家里下人们的鞋子款式都差不多，所以也没有人会发现。刚刚做好了一切，太太就冲入蔷薇院了。我才刚躺下，太太就冲了进来，还好前生睡得沉，才没有发现我出去过。我知道一切之后，我也马上到了蔷薇院。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。直到一切事情结束之后，我才知道了你的用意。要让太太怀疑碧荷，光靠一条手帕是不够的，反而让太太误以为是碧荷想要陷害我，一箭双雕，这样更能让她相信。妹妹的心思如此缜密，我当姐姐的真是自叹不如。碧荷投向太太，让姐姐吃了大亏，所以姐姐是想借着这件事情嫁祸碧荷，以此分化他们。能想出这样的计策，
看来姐姐早就知道碧荷是太太的人。那姐姐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？